6月底，苏缪发推说明，这很可能是他的第后一届 TI。他今年也才27岁，已经是成为 Dota 2职业选手的第13年，预计获得的总奖金$420万。7月3日，阴谋回归 YB， 他是 YB 舰队时的重要符号，于去年12月底从 YB 转为不活跃状态。分开后这半年，双方都没取得什么好成绩。遥想去年 TI 后到年底那半年，阴谋所在的 YB 连续拿到了5个1级赛事的门票，正值国内其他战队休息，他们一时间风光无两。但是可惜没能趁着那段时间打出成绩，否则 YB 在今年应该会是另一个画面。这次双方再续前缘后，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8月初未来运动会。另外，如今 YB 队内的1号位楼，在很多国外刀友眼中是 CN 赛区近几年为数不多有代表成绩的新人。但自从2023年底在吉隆坡夺冠后，他沉寂了太久，今年已经24岁。现在这支 YB 配置看上去挺有希望，或许对于这5人来说，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6月7日至19日石油杯比赛，对于 CN 2支战队，我觉得可以这么总结。插技一直坚持他们的防守策略，但没打出很明显的效果，在生存赛首轮被淘汰。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？就是他们前期阵容会比较强一点嘛，所以我们就想着把游戏拖后就能赢。VG 的石油杯之旅相比之下非常有故事性，他们原本作为一支不被看好的弱队，小组赛时赢弱队输强队，中规中矩，但也没有翻车。到了生存赛，命运的编剧开始发力 ，VG 第一轮遇到对手因场外因素退赛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接下来连赢 EW 和猎鹰，在这2个 BO3 中，几手英雄选择频频成为热点话题，闯进4强后输给 BB， 成为本届黑马战队。赛后分析，如果只选一个最重要的黑马元素，应该就是 VG 阵容的灵性，尤其体现在那2场关键战。他们和 EW 比赛时用出了1号位火女和双圣剑宙斯，都取得了很明显效果。备注：最近版本补丁中已经取消了多把圣剑的技能增益。VG 和猎鹰第一局选的幽鬼，打到后期自然而然就获得了优势，可以说是这几手灵性选人和在那些局势中能打出效果，这2点结合在一起成了关键因素。但到了4强以内，实力因素变得更重要。在高强度的比赛节奏下，可能依旧有灵性的阵容，但因为被压制打不出来。看下其他队伍，在 EWC 4强内 ，BB、PV 和 Wendex 这3支队伍，在当前这个版本的玩法下，貌似都已经建立起适合自己的体系，并且在比赛中能够流畅运行。例如，怎么取得优势，什么时候进攻，怎么打团。看这3支战队的比赛，能感受到他们有在运营比赛，而不是不知道在玩什么。最终的冠军是 PV， 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他们的1号位 Satanic 目前状态更好，毕竟现在的版本1号位太关键了。这届石油杯最高观看人数是32万，发生在决赛，这个数据不包括中文地区。本月唯一的大赛 EWC 2026告一段落。18日 ，Doinb 在直播中说了一个小道消息，很多韩国战队预计在下赛季进军 Dota 2，并不是自己组建，而是买战队。毕竟韩国的 Dota 2市场很小，这些俱乐部买战队的目的，或许是为了参加 EWC 合作伙伴计划。该计划有2000万激励金，符合条件的俱乐部需要在多个项目有影响力。20日，裂缝这个赛事举办方被曝拖欠奖金，他们目前举办的1级赛事有裂缝游乐场，这赛季只有1届，还是在2025年10月。2级赛事有裂缝宇宙，之前视频还说过这个比赛预计采用快速模式，本来比较期待，看来很难有后续了。说到这里，加一个消息，下赛季一些比赛的奖金池会变少，例如接下来几个 Blast 的比赛在液体百科已经显示为75万，而这赛季基本都是100万。2027年 PGL 已经登记的几个比赛奖金池还是100万。24日 ，Satanic 天梯分突破18000，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消息让 V 社也察觉到天梯分数过于膨胀，导致玩家都没什么充分动力。在随后30日的版本更新中 ，V 社把天梯最高分回调到1万以下，并且改了一些匹配机制。这些改动之前在论坛上已有很高呼声，只能说这次 V 社终于又干活了。改动后，无疑恢复了一部分玩家充分的动力，但不知在如今的路人环境能坚持多久。30日的更新中还有 TI 相关活动，总结来说就是通过2个预测赚积分或奖励。这个活动没法干游戏，也没法氪金，还有支持战队的语音包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